2017年即将步入尾声，今年的年终记者会，我们特别选择在中科院举办。这里是台湾的国防科技的重镇，在这里办记者会，凸显我们强调国防自主、捍卫台湾民主的双重的决心。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年代，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里，每一个国家的执政当局都在重新思考，并且检视自己国家的整体安全的战略以及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尤其是台湾，我们身处在一个多变的地缘政治环境当中，中国大陆在区域内军事扩张的企图越来越明显，这可以从解放军频繁的基建活动中看出端倪。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东亚海域跟南海领土的争议，也都让这个区域的态势变得更加的复杂。如果再加上美中之间的战略竞合、区域经贸整合的停滞，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的可能性持续的存在，台湾更没有犯错的本钱。所以，如何在区域及全球的众多变数当中，找到台湾的定位和出路，是我就任总统以来最努力的课题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国防自主的原因。台湾要捍卫主权，要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跟繁荣，不能靠别人。自身国防的能力的提升，才是国家安全最终的保障。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我有责任捍卫国家的主权，也有责任维系区域的和平跟稳定。现场的这2架模型机，一架是我们自主研制的腾云机，它是具有侦收能力的多功能无人机。在这里，我要告诉国人，它即将开始量产。另外一架则是新式高教机，透过中科院跟台湾本土厂商的自研自制，2020年新式高教机一定会如期首飞，这将是我们国机国造的关键的一步。台湾不大，但是我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很大。身为中华民国的3军统帅，我给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永远都是持续强化国防战力，守护国家安全的总统。这1年多以来，国军的士气已经逐渐回升，社会大众对国军的支持也都持续的在提高，这是我担任总统以来最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在这里，我要郑重的宣誓，接下来我们每1年的国防预算都会在合理的范围内稳定成长。国防自主不会是口号，它是我们每天全力实践的工作。此外，在国际经贸战略上，我们看到美国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中国大陆提出了"一带一路"，日本和印度共同倡议自由走廊，南韩则提出了新南风政策。这些不同的主张，在都凸显了区域内各国都想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台湾也有自己的战略，新南向政策就是我们重点突围的亚洲区域战略。这个政策已经获得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回响。过去1年多以来，在贸易、在投资、在观光以及文化等领域，我们加强了跟各国的交流合作。不仅如此，为了提供双方人民在往来上自助性的保障，我们也大力推动资深官员互访以及各领域的双边会谈，并且积极签署各项备忘录跟合作协议。今年1月到10月，台湾和新南向的18个国家双边贸易总额跟去年相比成长了将近2成，观光客的成长超过3成，留学生人数超过31000人。现在台湾的街上经常可以看到来自新南向国家的朋友，这就是新南向的成果。台湾往南走，就
就会找到新的机会。未来1年，新南向政策将迈入全面推动及全面整合的阶段。我们会在既有的合作基础上，发展和新南向国家的策略伙伴关系。我们也要针对台湾具优势、有能力南向发展的产业，包括石化、农业、医疗产业等等，整合民间跟政府的力量，并且同步整合强化资源的机制，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辅导跟协助，透过团队的力量和有愿意合作的国家，共同打造新南向产业的生态链。要维持区域的和平跟繁荣，两岸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我要请国人同胞放心，两岸关系不会暴走，不会僵住，也不会走回在国民党威权时代不相往来的老路。维持现状是我们不变的立场，也是台湾向区域、向世界所做出的有效的承诺。亚洲的和平、繁荣和发展是区域内所有国家的责任，而两岸的问题就是区域和平的问题。我们会善尽区域安全的责任，持续的保持善意，维持一个稳定、一致、可预测的两岸关系。不卑不亢，稳住两岸，走向国际，这是全体台湾人民共同的期待，也是我的使命。我们上任以来，我和陈建仁副总统已经代表中华民国总共出访5次。我们在世界上的许多角落看到台湾的技术团、医疗团跟外交人员，透过专业和努力，一次又一次向世界证明，台湾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不论是在产业的创新、永续发展，或是在人道救援等各项的议题，台湾都积极的参与，全力以赴。台湾是国际社会中一个有意义的存在，这就是踏实外交，这就是台湾的力量。台湾要有力量，最重要的就是经济要强。全球的景气正在好转，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握这一波经济复苏，加速推动下一个世代的基础建设，以及加速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上个星期，嘉义市铁路高架化动土了，台中市的捷运明年底就要试运转。去年年中记者会上，我宣示要做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也正在陆续的启动。5+2产业创新计划现在也有不错的表现。过去1年多以来，太阳光电装置容量已经增加1倍。台湾发展离岸风电的政策也得到全世界绿能业者的关注。2020年以前，台湾的绿能市场将获得超过2500亿的国内外的投资。台湾正在变成全世界绿能企业的投资对象，这是过去从未发生的事。这些投资带来的不只是电力，还有更多的优质的工作机会。除了绿能之外，透过智慧机械产业推动方案，台湾传统的产业也在转型。许多传统的工厂开始导入智慧制造，产品的品质提高了，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提高了。高薪的工作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了。同时，政府也针对总体市场的法规面做出检讨，该调整的法规就赶快修改或立法，让法规能够与时俱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助力，而不是束缚。我们也订定了揽才专法，来招募更多优秀的外国人才。我们修改了产业创新条例，给新创产业更多发挥的空间。接下来还要推动税改跟修改公司法，让整体经济环境更有竞争力。我还特别强调，经济产业的转型不只是将过去停滞落后造成差距追赶回来，而且也要针对近来全球经贸情势的巨大的变化，进行更前瞻的布局跟调整。我们是和时间在赛跑，政府将汇聚各方的力量，全方面调整，改善经济跟产业的体制跟结构。
只要我们有决心，就一定可以让台湾的经济脱胎换骨，再一次创造台湾的经济奇迹。这个政府在做的事情，都是过去政府应该做，但是考量政治成本之后没有做的事，做了会得罪人，所以宁可不要做。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也是今天台湾社会之所以让年轻人感到不公平、感到被剥夺的原因。今年牛津字典的年度代表字是 Youthquake， 它反映出来年轻世代对社会带来的震撼，这是全世界共同的现象，台湾的年轻人当然也不例外。如果年轻人还愿意听政府讲几句话，我想告诉你们，我了解各位心中对未来的焦虑，我会尽一切的可能来翻转国家的未来。2018年，我给行政团队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全力以赴改善年轻人的低薪问题。我们要用5个方法来终结青年低薪。第一个方法，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让产业顺利的升级跟转型。像我刚刚提到的国机国造的计划，它已经创造了700多个航空研发制造人才的工作机会，未来整个产业总共会增加到2000个工作机会。今天我们开记者会的中科院，从去年520开始，已经新聘了将近1500名员工。在我们召开记者会的同时，这些年轻人正在为台湾的国防产业奋斗。像这样优质的工作，才能根本改善青年人低薪的问题。同时，我们还会把低薪的行业一个一个的盘点出来，协助他们导入新科技，或者是改变商业模式，来加速升级跟转型。第二个方法就是要持续鼓励企业加薪。如果企业愿意提高加薪的幅度，政府也会提供相应的支持。当企业把更多的利润分享给员工，提高员工消费的能力，景气就会正向循环，对企业跟劳工都有好处。第三，基本工资的调整不会停。以前22K 对有些年轻人可能是起薪的天花板，这1年多来，经过2次基本工资的调升，再过几天，也就是从2018年开始，22K 就要变成起薪的楼地板。接下来，我们更要推动最低工资法，为最低薪资的订定建立一个法治基础，也提供足够的空间，让所有影响工资的因素可以被纳入最低工资的讨论。基本薪资的提升不是一步到位，我们也不会让中小企业独自面对，政府会给予辅导跟协助，让产业的生产力可以跟上薪资成长的速度。第四，有一些从事低薪、非典型工作的年轻人，政府有责任提供他们充分的职涯咨询、足够的职业训练，甚至津贴鼓励，让他们在职涯上有更多选择的机会。第五，我们要减轻年轻人的生活负担，社会住宅、公共化的托育跟幼教、长照，我们都会全力来推动。我也知道许多年轻人，特别是出身弱势家庭的年轻人，背负了沉重的学贷。针对这一点，我们会开始研议再进一步降低学贷的利息，并且提供津贴给予毕业后连续就业的年轻人。在改善青年低薪的同时，我们也会同步关注弱势就业者的处境，逐步提升妇女、中高龄、原住民族、新住民以及其他非典型工作者的薪资跟劳动的环境。当然，这些方法都需要一些时间，他们不会立竿见影。但我要告诉自己，也借着这个机会告诉我们所有的行政的团队，解决青年低薪的问题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始，我们对不起这个世代以及未来几个世代的年轻人。从去年520就职以来，我对自己最重要的期许是，我要做以前总统不敢做的事情，我要推动以前政府不敢推动的改革。
原本摇摇欲坠的公教年金制度，现在因为年金改革的推动而缓解。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做到的社会住宅，现在也因为修改了住宅法和新定了租赁专法，已经透过新建包租代管跟融资奖励，正在陆续的兴办。几天前，媒体报道，有一位杨奶奶跟着她的3个孙子，成为台北市第一个透过包租代管搬进社会住宅的住户，改变正在发生当中。而过去层出不穷的食安问题，现在也因为修改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而增加了查验的强度，提高了罚则。过去多头马车的农产标章，我们也在推动整合，要重建消费者的信心。改变在这个地方也正在发生当中。过去无法大幅扩充的长照服务系统，在我们把财源确定下来之后，今年长照 2.0 终于上路了。服务的对象不仅人数增加，更是从4类扩大到8类，将照护服务的项目从8项增到14项。尤其像是失智症，也纳入了长照的范围内，让更多的家庭可以减轻负担。那么，针对国人关心的公共托育跟幼教、空气污染以及水资源的公平利用等问题，我们也都一个一个提出具体的解方。今年我们开办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原住民族广播电台以及客家广播电台。在这个月大家批评的鸟楼公投法也已经被修正了，众所期盼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也完成立法。台湾终于加入推动转型正义的国家的行列。司法的改革，是重点。司法改革国是会议的决议正在落实。国民法官制度的草案初稿也已经出炉。政党竞争因为政党法跟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施行而更公平。过去牵扯不清的党产问题也一一在厘清。我心里很清楚，大家期待我跟过去的政府不一样，也相信我有比别人更强的决心来推动台湾的改革跟转型。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要让下一个世代的台湾年轻人生活在一个不一样的国家当中。就任总统这500多天以来，其实我的心情蛮复杂，看到这个国家有新的改革完成，有新的制度上路，心里真的很欣慰。不过每次改革遇到困难或者阻碍的时候，晚上回到家里，我也会反复的想，我真的要再坚持下去吗？每次想，我的答案都一样，我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些事一定要做。我知道改革经常会引发街头的抗议，改革也会经常要付出民调下滑的政治代价，这一点我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只要改革对台湾有利，我无怨无悔，就算再来一次，我仍然愿意为了打造一个不一样的台湾，坚持改革，奋战到底。2017年看似纷纷扰扰，但是在纷纷扰扰之中，台湾确实在往前走。星期三，赖院长召开年终记者会，说明未来1年的工作重点，展现出我们是一个有方向感、有企图心的团队。在这里，我要给包括行政院、立法院在内所有的执政团队最大的肯定。我要再次强调，改革不能等，转型必须急行军。我们的脚步要稳健，但速度不能慢下来。在今天谈话的最后，我要请大家看看我后面的背板，这是玉山，台湾的第1高峰。执政团队明年的目标就是带领台湾克服困难，迈向高峰。上坡的路再辛苦，只要想到前面有美好的风景，我们就有信心继续走下去。在这里，我要提早祝福所有的国人同胞新年快乐，明年1年幸福共好。谢谢大家。